大家好，我是 Coach Ella， 欢迎来到艾拉的成功指南，让我们开启每一个人的潜能，一起探索新的视野。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听过 ChatGPT 是什么了吧？它是一种生成式 AI， 它会依据我们给它的讯息，生成类似和人类谈话的文字。如果你已经用过 ChatGPT， 那你可能也遇到过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，比如说它答非所问。放心吧，不是只有你才遇到过这种问题哦。很多人一开始使用 ChatGPT 的时候，也是不了解怎么和它互动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我自己也是花了一段时间练习，才学到了一些小技巧。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会分享一些重要的技巧，分为6大类。这些技巧可以减少很多你自己需要摸索的时间。在这里，我会用 ChatGPT 3.5 版本来进行示范。我自己是习惯打英文，但是它支持多国语言，所以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中文和它沟通哦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提升你使用 ChatGPT 的效率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就是要知道谁在沟通，就像写故事和剧本一样，每一个人扮演着一个角色。在 ChatGPT 开始一个新的对话时，双方就是你和 ChatGPT 就像是陌生人一样，互相不知道对方是谁，背景是什么。如果不稍微自我介绍一下，可能会聊不起来，或是会得到不是你想要的答案。ChatGPT 就像是百变怪，你想要它变成什么角色都可以，而且演技还很高超哦，所以可以让我们来设定它的角色。很明白地告诉他，在这个对话中，他扮演着什么角色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想学英文，你可以告诉他，你是一个资深的专业英文老师，那也要说明一下你自己是谁，所以你可以说，我是 ESL。如果你想探讨职业方向，你可以说，你是一个资深的职业咨询师，然后说，我是高中生，或我正在找工作等等。如果你只是想随便聊聊不重要的事情，设定角色可能就没有那么必要。但是如果你有特定的主题想探讨，我建议还是最好设定一下角色比较好，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之后给你的讯息品质哦。知道双方是谁的时候，就可以说明你想要探讨的内容，有3方面的资讯是你可以提供的。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谈论什么主题？是在什么情况背景之下？或是为什么想探讨这个主题？再来就是需要 ChatGPT 执行什么任务？在解释这些资讯的时候，你可以想想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你是为了学习吗？还是为了解决问题？或是生成内容？还是想要脑力激荡来找点子？解释背景的时候，也可以提供例子，或是开出一些限制条件，这样可以让 ChatGPT 更加了解你的情况，提供的资料也会比较正确哦。在说明 ChatGPT 需要帮你执行的任务时，也可以叫它问你一些问题，例如，如果你想探讨职业方向，你可以说，我想探讨职业方向，请问我一些问题来帮我找方向。这样 ChatGPT 就会提供一些问题让你想想哦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技巧，是关于我们提问的方法，有3小点可以想想。第一，就是提问的种类，例如开放式、比较式、想象式。第二，就是必要时要提供明确的资讯，尽量把你的问题简单化。用词要注意 ，ChatGPT 有时可能会直接按照字面上的意思，结果给你不是你想要的回答。第三，如果你想探讨比较复杂的议题，可以把它分为小一点的主题，然后一步一步来问。一次提出太多问题或复杂的主题，可能会导致 ChatGPT 偏离话题哦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我会特别注意
句子的顺序、句子中的代词指的是什么，和保持句子简单和直接。ChatGPT 也可以让你要求在回答的时候，资料要如何呈现。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强大的功能，我自己也常常在用。在这里，我和大家分享5个小技巧。第一，答案该多长？你可以设定答案的长短，设定的方法可以依照字数、句数、段落数或预估的阅读时间。例如，告诉我一些求职的技巧，资料需要在1分钟可读完的。如果你得到的答案太长或太短，可以再另外要求缩短或延长答案。第二，答案该如何呈现？你可以设定 ChatGPT 呈现答案的方式，例如表格、项目清单、编号清单，或按照内容分成不同段落。第三，答案的语气，你希望答案是以随意的语气，还是专业语气呈现？这也是可以要求的。第四，语言和翻译，你想要答案用哪一国语言呈现呢？也可以一次呈现不止一个语言哦。如果你试着从英文翻成繁体中文，记得写 Traditional Chinese。不过要注意，英翻中有时翻得不是很顺。第五，重新整理资料，以不同方式呈现。如果你一开始得到的答案不是你想要的整理方式，可以另外要求 ChatGPT 再整理一次。例如，请重新整理答案，用文章方式呈现。聊到这里，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，看看刚刚讲过的那些技巧是如何运用的，再来继续讲解其他的技巧。在这个例子里，我示范用 ChatGPT 来学习一些常见的医学单字，并要求它提供发音、定义、例句和中文翻译，还要求它把资料按照类别来分类，并用表格呈现。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2个表格，一个是疾病单字，另一个是症状的单字。如果你不满意资料整理出来的方式，可以继续要求它修改。那我们该如何精进自己使用 ChatGPT 的能力呢？就是使用迭代过程来持续改进，一直测试和观察，测试不同种问法和不同用词，观察得到的答案的正确度和资料整理的组织性。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不用担心你一开始没有马上得到你想要的答案。如果你得到了一个模糊的答案，或是完全不相关的回答，试着在提问时补充更多资讯，或是检查自己用词的清晰度。你可以在同一串对话中继续谈话，而且可以参考之前的答案和已经聊到的资讯，所以整个对话是可以有连贯性的。当你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提问方法，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你喜欢的问法，那就可以把它另外存起来，才不会忘记。这样以后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省下时间。最后一个技巧，大概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了解 ChatGPT 的局限性。在这里分享几个例子。第一， ChatGPT 3.5 版本的训练数据只到2021年9月，所以在那之后发生的事他都不知道。它和网络也是不相通的，不能及时读取网络上的资料。第二，注意偏见。偏见是目前 ChatGPT 的主要问题之一，因为它毕竟是用现实世界的数据来训练的。不幸的是，现实世界的数据自然就包含了偏见。根据你想要问的主题，你可以要求 ChatGPT 提供基于证据的资料，或是不要做出假设或概括。第三，要查证事实。ChatGPT 不能保证提供准确或最新的资料，所以如果你在准备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另外寻找其他可靠的来源。在使用一段时间后，你会找出最适合你的用法，也会发掘新的用法。虽然偶尔会得到不是你想要的答案，但是也没关系，这都是一个过程。它的好处是可以激发想法，提供解释，也可以用来学习。ChatGPT 是一个工具，
知道怎么用它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效率。ChatGPT 就像是我们的个人助手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实现不同的目标，像是学习、脑力激荡和解决问题。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的用词可以像在和另一个人讲话一样，来提问或要求资料。但仍然有些事情需要考虑，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。我们今天探讨了好几个方法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分享你的经验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不要忘记按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内容哦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